Historical Fragments 1亨利年幼时曾经拿起画笔，尝试着画下他家乡葡萄牙里斯本的风景，但他的画总是与众不同。他不仅仅画出了景色，还画出了声音与味道。他的画中有市场上的喧嚣声，有海边的咸鱼味。那么，一个小男孩如何在画布上捕捉到这些感官体验呢？亨利的独特天赋如何启示我们在教育孩子时，应该鼓励他们去观察生活，表达内心世界。Historical Fragments 1小亨利有一次在回家的路上遇到了一只受伤的小猫，他没有像其他孩子那样绕道而行，而是决定帮助这只小猫。他用自己的零花钱买了食物和药品，小心翼翼地照顾它，直到它康复。一个小孩子怎样表现出如此大的同情心？这个故事是如何提示我们在培养孩子时，要重视培养他们的同情心和责任感。Historical Fragments 3亨利青年时期曾加入一个街头乐队，在里斯本的小巷中弹奏着吉他。然而，他总觉得传统的旋律不能完全表达他的情感。一次偶然的机会，他尝试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曲风，将离经叛道的音符融入音乐之中。他的新曲风在最初并不被人理解，但他并未放弃。为什么亨利要如此执着于自己的音乐风格？他的故事怎样启示我们在面对叛逆的青年时，应该如何引导他们坚持自己的独特性并发挥创造力？ Historical Fragments 4在亨利20岁的时候，他毅然决然地踏上了一艘船，开始了环球旅行。他的家人和朋友都认为这是一个鲁莽的决定，但亨利渴望用自己的眼睛看世界。在旅途中，他遇到了形形色色的人，体验了不同的文化和生活方式。为什么亨利选择远离舒适区，踏上未知的旅程？他的冒险经历如何给我们的青少年教育提供了关于自我发现和勇于探索的重要启示？ Historical Fragments 5在中年的时期，亨利面对了职业生涯的重大挫折，他决心转变自己的艺术道路，从画家转为雕塑家。尽管面临着技术上的挑战和同行的质疑，亨利却始终坚持自己的雕塑梦想。他的作品逐渐受到认可，最终在葡萄牙获得了高度赞誉。为什么亨利在中年选择了这样一条充满不确定性的新道路？他的坚持和勇气如何为面临逆境的中年人提供灵感？ Historical Fragments 6亨利在中年时经历了一个突如其来的灵感迸发，开始尝试写作。他的第一部小说并不成功，但他没有因此放弃。多年努力后，他的文学作品终于获得了公众的认可，并赢得了多项文学奖项。他的晚年成功证明了什么？亨利的故事如何激励那些在人生中途觉得已经太晚去追求新梦想的人们？ Historical Fragments 7在亨利步入老年后，他发现了园艺的乐趣。每天，他都会在自己的花园里忙碌，种植各种植物和蔬菜。园艺不仅成为了他的爱好，更成为了一种身心疗愈的方式。他的健康状况因此大为改善，精神状态也变得更加积极。他的花园里隐藏着怎样的智慧，能够帮助老年人保持身体和心理的健康？亨利的故事如何启发我们利用园艺来增进老年人的生活质量？ Historical Fragments 8亨利在老年时发现了舞蹈的魅力，尽管年事已高，他仍然每周都参加舞蹈课程，学习葡萄牙的传统舞蹈。舞蹈不仅提高了他的身体协调性和平衡感，还让他结交了许多新的朋友。为什么即使在老年，亨利仍然选择开始学习舞蹈？他的故事怎样鼓励其他老年人不受年龄限制，去尝试新事物，享受生活呢？ Historical Fragments 9亨利并不是世界上最著名的人物，但他的生活哲学和勇于创新的精神影响了无数人。从年轻时的街头吉他演奏者到老年的舞蹈爱好者，亨利始终追求自己的激情和创造力。
他的故事如何激励我们超越年龄的界限，不断追求创新和个人成长。他的一生如何证明，即使是微小的波动，也能在世界的海洋中激起持久的涟漪。Mark of the day。在一个葡萄牙的小村庄里，亨利的故事开始了。出生于一个贫穷的家庭，他的童年伴随着父亲捕鱼归来时的海风和母亲厨房里飘出的面包香。亨利的故事就像是一条小溪，悄悄地流进了历史的大河中。小时候，他手中的木棍在沙滩上写下的字迹，预示着他未来将用笔触撼动世界。青年时期，他决定离开村庄，投身更广阔的天地。在那个时代，中国的青年们正从文化大革命的阴影中缓缓走出，西方则在摇滚乐和自由思潮中沉浸。两个世界似乎在一场无形的较量中你来我往。亨利在这两种文化的交汇点上找到了自己的位置，他的笔成了连接东西方的桥梁。中老年时，亨利成为了一名受人尊敬的作家。他目睹了中国在改革开放后的崛起，以及西方在科技浪潮中的变迁。他用笔记录下这一切，又在其中穿插了自己的故事和观点。他见证了中西方的差异，也思考了为何中国曾经落后，或许是因为封闭，或许是因为缺乏交流。但亨利相信，每一次文化的交流都是推动世界前进的力量。他的笔不仅仅书写了个人的历史，更激发了一代人的思考。这是一个关于文化碰撞、思想交融和个人成长的故事。亨利，一个普通人，却在不经意间成为了时代的见证者和创造者。他的一生是一个关于如何在两种截然不同的文化中找到自我声音的故事，同时也是关于如何将这两种声音和谐地融合在一起的叙述。而这正是亨利的魅力所在。亨利的生涯虽然平凡，但他的笔触却有着不凡的力量。随着他作品的广泛传播，他对世界的影响日益显著。在现代化的浪潮中，亨利的文字促进了不同文化之间的理解与尊重。他的作品不仅仅是文学的创作，更是跨文化对话的桥梁。他深刻地理解到，文化的交流不应停留在表面，而应深入到思想的碰撞与融合。他的书籍在多个国家被翻译和出版，成为了世界各地大学文学课程的案例分析。学生们通过亨利的视角，能够体会到东方的隽永与西方的直率，从而培养出更为全球化的思维方式。亨利的故事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共鸣，也激励了很多年轻人去探索不同的文化，并尝试在自己的领域中建立桥梁。亨利对历史进程的影响体现在他如何通过文学作品激发人们的历史责任感。例如，他的一篇关于文化自信与开放的论文，影响了一代中国学者的思想。这篇论文强调了在全球化背景下保持文化自我认同的重要性，并呼吁对外开放中的文化互鉴。这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起到了积极的促进作用，帮助人们在面对西方文化冲击时，找到了坚守与创新的平衡点。在亨利的晚年，他经常被邀请到各种文化论坛和国际会议上发言，他的观点总能引起人们的深思。他主张文化之间的交流与合作应成为现代化进程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他强调，不同文化间的对话和理解是避免冲突、促进和平的基石。在亨利的故事中，我们看到了一个个体如何用自己的才华和努力，在世界舞台上留下深刻印记。他的影响不仅仅体现在书本上，更体现在他激发出的那股力量之中。那力量穿越时空，跨越国界，使得无数人开始重新审视和构建自己的文化认同。亨利证明了，即使是一个普通人，也能够通过执着和热爱，在历史的长河中创造出属于自己的涟漪。在他的笔下，我们看到了一种可能，一种通过文学和文化交流促进理解和发展的可能，而这也许就是亨利给这个世界最宝贵的遗产。Celebrity Magnifying Glass。
亨利的故事中还有许多有趣的细节。他年轻时曾经偶然的机遇下，在一次普通的村庄集市上遇到了一位远游的中国画家。那位画家的异国风情和他那些蕴含哲理的画作深深触动了亨利。这次邂逅在他内心种下了东方文化的种子。他开始研究汉字，被其所蕴含的深刻意义和独特的表现形式所吸引。后来，他甚至在自己的作品中融入了汉字元素，将东方的意境和西方的叙事巧妙结合。另外，亨利还是个热情的旅行家，他以写作赚得的第一笔稿费，便开始了他的世界之旅。他不仅游历了中国的长城和故宫，也探访了埃及的金字塔、印度的泰姬陵以及许多欧洲的历史古迹。旅行中的所见所闻成为他作品的灵感之源。有趣的是，亨利的一些作品中的主人公往往是基于他在旅行中遇到的真实人物，比如一位在尼罗河畔卖艺的小丑，或是在西藏高原上巡游的僧侣。他们的故事都被亨利以一种独特的视角重新诉说。通过这些生动的角色，他的读者能够窥见不同文化的真实面貌。亨利的生活和作品本身就是一个关于跨文化交流和探险的连续故事。虽然他没有豪言壮语，也没有轰轰烈烈的事迹，但他的生活方式和他的作品却以一种悄然而强大的力量影响了无数人的世界观。这也许是亨利给世界留下的最有趣的财富。